当地时间2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将于4月初访问中国。对于中方发布的涉乌立场文件，马克龙也予以积极评价。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或将在今年上半年访华，中欧双方有望很快迎来频繁的高层互访。当地时间2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参加法国国际农博会时表示，他将于4月初访华。马克龙透露，他将与中方就俄乌冲突问题交换意见，推动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此外，马克龙还谈到了中方此前一天公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就任法国总统以来，马克龙曾于2018年1月以及2019年11月2次访问中国，而近几个月，马克龙频繁在各种渠道表达了访问中国的意愿。据悉，在德国总理舒尔茨去年11月访华前，马克龙曾提议两人一起去中国，称这样可以向中国展现欧盟团结，但后来马克龙本人未能成行。去年11月进博会上，法国驻华大使罗良还透露，法方一直在计划马克龙的访华之旅。马克龙本人也多次表示，希望到访中国，最好每年都来一次。对此，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今年年初接受《欧洲时报》专访时表示，中方热烈欢迎马克龙总统于2023年适时访华，届时两国元首可以就双多边合作广泛深入交换看法，为中法关系发展擘画新蓝图，注入新动力。旅法学者宋鲁正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马克龙此访一旦成行，实际上打破了以往的外交惯例，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我们知道呢，上次中法元首的这种访问呢，是2019年的11月份，马克龙总统呢到中国来，当时他参加了上海的世博会嘛，进博会嘛，这个外交形式啊。它往往也有这种实质的内容，实际上是反映了就是中法关系，包括中欧关系的现状就是这个特殊意义呢，就在于就是在面临当下的国际局势下，中国的重要性对法国对欧洲的重要性是明显的上升了，而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应该和这个俄乌冲突有关。马克龙总统呢，在宣布访华的同时呢，也向中国呢发出呼吁，希望呢就是帮助解决，帮助化解这个俄乌冲突。本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曾访问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并应邀出席在德国举行的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马克龙在巴黎亲自接待王毅，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马克龙还在会谈中指出，法方重视对华关系，认为法中加强战略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法中应共同致力于维护稳定和平衡，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集团对抗，避免世界分裂。法方希望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海洋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只要俄乌冲突不停下来，资金外逃、产业外逃、通货膨胀、能源价格高企，欧洲的竞争力就在削弱中法的这个科技新能源低碳还有就是电动汽车等新的领域的一些合作这个法国现在特别看重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事实上，自去年年底以来，中欧高层便开始了较为频繁的互动。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分别于去年11月和12月访问中国。此外，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1月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还分别会见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4个欧洲国家领导人。日前，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特命全权大使傅聪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或将在今年上半年访华，中欧双方有望很快迎来频繁的高层互访。傅聪表示，中国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不完全一致，但不希望乌克兰问题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发展。他对中欧关系回暖持非常乐观的态度。宋鲁正向深圳卫视记者分析，中欧双方的价值观冲突和立场差异依然存在，地缘和经贸竞争激烈。但与此同时，中欧合作的条件依然较为坚实，气候变化、绿色能源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空间也很宽广。
为此，中国对欧政策应更具建设性，以最大诚意寻求合作，同时对危害中国核心和安全利益的行动进行坚决斗争。中欧呢，面对就是现在的这个国际局势和各种挑战呢，结构性因素还是非常的牢固。法德呢是作为欧盟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呢，它对中国也都有特殊的战略需求。法国呢要追求战略自主嘛，和捍卫欧盟主权。而德国呢，它呢能立足于世界的呢主要因素就是经济你像2021年呢，双边贸易额突破了8000亿美元，中国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3大出口市场。欧盟呢又是中国的第2大贸易伙伴，第2大进口来源地，第2大出口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几个结构性因素呢就决定了双方呢就是既能够经受住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能够经受住外部因素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欧盟2019年提出了对华合作、竞争对手的3重定位，但中国从未改变对欧盟伙伴关系的定位，同时也期待欧盟能够重新考虑对华关系定位。正如王毅在慕安会期间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时所指出的，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共识远大于分歧。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珍惜合作成果。另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国防部派团于2月16号至25号赴匈牙利、德国、欧盟和北约总部举行机制性对话磋商，重点就发展双边防务关系进行商讨，围绕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双方了解和互信。24号，美军一架 P-8反潜巡逻机携多名美媒记者窜扰南海空域，受到中国军方无线电警告和战机半飞驱离。在中美关系因气球事件余波未平之际，美军联动媒体大肆炒作所谓中美军机在南海上空对峙，渲染南海紧张局势，究竟有何企图？来看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在网站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战斗机在南海上空对峙美国海军飞机，紧张局势正在酝酿中。视频中 CNN 记者随一架美国海军 P-8海神反潜巡逻机飞越南海上空，观摩美军人员使用摄像机、雷达等传感器观察岛屿上的船只、飞机和设施。当美军巡逻机飞至距离西沙群岛仅48公里处，飞行高度降至6500米左右时，机上无线电传来中方的警告 ：American aircraft, this is the PLA Air Force.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ese airspace. Keep a safe distance, or you'll be intercepted. 几分钟后，一架搭载空对空导弹的中国空军战机升空并伴飞美军巡逻机。CNN 记者形容，中国战机距离美军飞机左舷只有150米左右，以至于他可以看到解放军飞行员正在转头看向他们，也能辨认出战机尾翼上的红星标志和挂载的导弹。We're getting a close-up look at a Chinese fighter jet. The aircrew here identifies it as a J-11, a two-seater that they say is armed with air-to-air missiles, and it's been shadowing this U.S. Navy plane now for about 15 minutes. It is pretty remarkable to see this Chinese warplane operating at such close proximity, just several hundred feet away from our aircraft. CNN 在报道中渲染称，中方战机近距离伴飞美军机是南海紧张局势以及美中紧张局势发酵的例证。但事实上，美军官员自己也向 CNN 承认，像这样的遭遇如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I'd say it's another Friday afterno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观察指出，尽管 CNN 刊发这一报道的目的是为了宣扬中国在搞所谓南海军事化，渲染紧张局势，但 CNN 在视频中记录了这架美军巡逻机当天试图对中国海军长沙舰进行飞掠的动作，这恰恰暴露对中国舰机搞抵近侦察的是美方。We're flying at a low altitude, 1,000 feet, a little more than 3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looking for a Chinese warship currently believed to be operating in these stormy waters. U.S. aircraft,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You are approaching me. Keep safe distance away from me. Over.
遭到长沙舰警告后，美军飞行员还试图继续逼近，中方立刻对其进行2次警告，直指你显然威胁到我的安全，美军机才声称会保持安全距离。CNN 在报道中宣称，美军的任务是例行公事，美国舰船和飞机经常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早已指出，美方一些人老提航行自由，但只要认真研究相关国际法，比如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会发现航行和飞越自由绝不等于外国的军舰军机可以不受限制、无视甚至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合法权利航行航空安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受邀登上美军巡逻机窜扰南海空域的不止 CNN 一家媒体，还有《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报道中倒打一耙，用中国战机在南海上空距美巡逻机500英尺以内飞行这样的标题渲染态势，还重点提及解放军进行拦截任务的是战斗机，同时轻描淡写地将美军机描述为飞机。如果带着记者在 P8 反潜机上在南海进行各种窜访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碰瓷儿行为，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南海进行各种飞行各种所谓的骚扰行动，一定会遭到中国军机的正常反应。这个状态下，通过媒体去放大，那么就可以把中国军队进行抹黑，同时呢，也可以显示美国在南海存在的所谓正当性。通过记者的镜头，通过记者的直播，把中国的拦截包括细节进行透露，是贼喊捉贼。实际上还是通过这种行动抹黑中国在南海的任何正常军事行动。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此前曾多次上演美军高官和媒体记者搭乘军机飞越南海，炒作南海军事化的戏码。2015年5月 CNN 就跟随报道了美军侦察机对南海的行动，并称期间遭到中方8次警告。这是五角大楼第一次让媒体记者随行侦察，而此次在 CNN 报道中出镜的记者伊万沃森，2018年8月就曾和团队出现在 P8A 反潜巡逻机上，还收获了解放军连续6次警告。去年3月，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搭乘 P8A 巡逻机飞越南沙群岛附近空域，在飞越过程中就中国南海岛屿军事化的相关问题进行恶性炒作。他在飞机上接受采访，宣称看到了南沙群岛的岛礁上已经建设了弹药库、飞机库、雷达系统，乃至于其他军事设施。当时就有舆论质疑，在4500米的高空，阿奎利诺究竟是如何看清这么多的军事目标？阿奎利诺还透露，在飞行期间，中国多次对 P8A 进行无线电警告。实际上，美军舰机对中国岛礁进行抵近侦察的有关举动，极易引起误判，进而导致海空意外事件，十分危险和不负责任，有损地区和平稳定。但美方却经常颠倒黑白。去年12月29号，美军印太司令部公共事务部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方一架 RC-135型机在中国华南沿海海南西沙群岛执行任务，解放军海军飞行员做出不安全的飞行动作，飞至 RC-135前方并距其机头6米之内，迫使 RC-135采取规避动作，以避免相撞。美方还放出一段视频作为其证据，但就连美媒也质疑当中并未显示美军机有任何规避动作。解放军南部战区随后公布的一段时长30秒的视频揭露了美军谎言。视频中清楚可见美军机蓄意改变飞行姿态，危险抵近解放军军机。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美机不顾中方多次警告，突然改变飞行姿态，对中方跟歼飞机向左挤压，做出危险接近动作，严重影响中方军机飞行安全，严重违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严重违反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美机在与中国军机进行对峙过程中，对于中国军机的正常拦截活动，包括驱离活动反应过度，而且仗着个头大、体积大、飞行姿态相对稳定的优势，那么对中国军机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上一次视频，美国军机大幅度、大角度向中国军机这个方向进行飞行，而且进行恶意碰撞。一旦在空中，大目标与小目标发生碰撞，那么小目标失控坠毁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也在空中进行了恶意挑衅。这个状态下，说明在南海制造麻烦的是美国。实际上，指责解放军对他国舰机采取不安全、不专业的行为，是去年以来美方抹黑中国军队的一个攻击点。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官员在各种场合围绕此议题炒作。美方长奥斯汀去年6月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做主旨演讲时，
就提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飞机和船只之间相遇方式不安全且不专业。美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同年7月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南海年度会议中声称，最近几个月中国军机和军舰拦截在印太地区美国及其盟友军机和军舰的次数大幅度攀升，表现出了美国的一种战略焦虑。在南海长期经营，但没有大的进展。那各种自由横飞、自由横行行动遭到了中国军机、军舰的强硬拦截，而且每次效果都是高分。在国际上，恶人先告状也没有太好的效果，也表现出美国在南海蓄意要找出一些借口特别是找出一些对美国有利的借口。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美国 CNN 记者日前登上美军 P-8A 巡逻机飞越南海，并就此大肆炒作。您对此有何观察？是的，呈现。我相信大家看了 CNN 这则所谓的独家报道，都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一集我看过。是的，没错，这并不是美国 CNN 记者第一次登上美军 P-8A 巡逻机来南海升空搞所谓沉浸式报道。2015年5月、2018年8月也都以同样的方式搞过所谓的独家报道。我还留意到，前几天 CNN 这组报道的前方记者 Ivan Watson 同样也主导了2018年8月的那次报道。他乘机返回冲绳时，甚至还在停机坪上以 P-8A 为背景，与美国 CNN 总部的演播厅进行了现场连线，一套控诉中国所谓改变南海现状的言论，足足聊了3分多钟。更有意思的是 ，CNN 当年还把这套珍贵素材共享给了 BBC， 让英国同行搞了另一个专题报道。作为新闻同行，要想解构 CNN 这组报道，其实特别简单，它的结构并不复杂。现场同期声，记者沉浸式出镜，美军指挥官采访，一段介绍局势背景的正文综述，配发一段评论。从新闻技法上看，也不新鲜。CNN 这套路玩了好些年，却毫无长进。从新闻策划的角度去看，这组报道也可以说一切尽在预料之中，不会有什么变数。因为解放军战机跟踪监视伴飞，岛礁舰艇官兵在甚高坪做驱离警示喊话，这一切动作完全按照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及相关国际法遵章执行。喊话不是新闻，不喊才是新闻。就连美军 P-8A 上的任务载荷指挥官都对 CNN 记者说，这不过是又一个星期五下午罢了。CNN 这组报道特别突出了美军 P-8A 飞行员试图在甚高坪里与解放军伴飞战机进行航线沟通的现场同期声，并且用正文配音，试图提醒观众，解放军战机飞行员一言不发。CNN 的报道是这么说的：P-8A 飞行员试图向西转向，但解放军战机一直卡在左侧，一言不发。当 P-8A 向南转向后，解放军战机随后离开。在这里，我跟大家大致描述一下当时的空中场景。一般来说紧急升空伴飞驱离的战机都会卡在外机与领空线之间，防止外机转向进一步侵入领空。通过这种空中卡位，迫使对方放弃入侵领空而掉头离开。这不光是解放军飞行员会采用的办法，美军自己也是这么操作的。这是各国军队教科书式的空中应对处置办法。值得注意的是 ，CNN 的报道选择性无视了这一点。美军飞行员看似想向西转向，实则这条航线大概率要切入我方岛礁领空线。解放军飞行员紧紧卡位，一言不发，已经算是客气了。另一个细节是 ，CNN 的镜头有意无意地亮出了这架美军 P-8A 巡逻机的隶属关系。接受采访的 P-8A 任务载荷指挥官马克海因斯肩上那颗银色橡树叶表明他的军衔是中校，胸章上的金色飞翼表明他是飞行员出身，胸章上的 VP10表明他隶属于美国海军第10巡逻中队。他的右肩章 B 章是 Task Force 72第72特混任务编组。logo 上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旭日旗 ，Misawa 与 Atsugi 表明他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驻扎在日本三泽与后木基地的巡逻与侦察第1联队。冷战时期这个单位曾经驻扎在我们的台湾岛。那么从议程设置角度看 ，CNN 最新报道有没有什么信息增量呢？是的，你很敏锐。我们都知道，2015年CNN飞越南海那组报道，其实是为当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设置议程。
那么这一次 CNN 设置了一个什么议程，又服务于美国的何种战略图谋呢？我想答案恰恰就在此次报道的字里行间。CNN 记者在撰稿介绍此次任务飞行的航路时，别有用心地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架飞机途经了中国宣称拥有主权但正处于自治状态的台湾岛，飞入的南海也正是中国所宣称的主权所有。这是一句有毒的议程设置。CNN 记者妄图将台海局势与南海局势进行某种勾连和混淆，本质上是妄图将台海问题国际化，打着南海局势的旗号，让东盟各国加入台海局势的讨论，又把日趋紧张的台海局势外延至已经日趋稳定的南海。值得注意的是，这架 P-8A 在返回冲绳的途中，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进行了一段300米低空的掠海飞行。这是一个典型的掠海侦察拍照取证飞行模式，侦察对象正是在该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海军长沙舰。在这里 CNN 特地放出了长沙舰对美机的甚高频喊话，还展现了 P-8A 的光电侦察系统在红外模式下观测长沙舰的镜头。我留意到当时的海况天气不太好，云非常低，海面上涌浪不断，长沙舰上舱门紧闭，没有人员在甲板上活动，应该是巡力提前拉了外机航空侦察部署。可见中方舰艇对美机的不期而至早有雷达感知。CNN 记者在评论中这样总结道，他说，这是2个实力相当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进行了一场猫捉老鼠游戏。这组报道到此结束。在我看来相较2015年与2018年的2组报道，此番最大的信息增量有2点。第一，美军研判解放军在南海岛礁已经常态化部署空军力量。第二，美军发现解放军海军舰艇已对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巡逻。通过这2点，美方记者试图描述台海与南海正在成为下一个大国碰撞点。这些年，我们陆续经历了美国政府挥出的组合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模式便是战略实施，舆论先行。无论是当年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还是香港、新疆等热点议题，美国都非常善于使用宣传机器，在舆论场中设置议程，吸引国际注意力，为后续政府决策与国家意志走到台前创造于他有利的舆论环境，仿佛这一切都是所谓合情合理的。CNN 记者搭乘美军侦察机飞越南海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虽然他们操弄舆论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有些生硬老套，但当他们再次打出这张牌，我们就该打起精神，为后续接踵而至的出招做好准备。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不会坐看南海归于平静，更不会真的希望台海两岸保持和平稳定。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方不断在南海搅局的同时，美海军高官近日又试图炒作中国寻求跨洋投射其影响力，不仅通过偷换概念渲染解放军舰船数量超过美军，还荒谬地指控中国造舰快是因为使用了所谓奴隶劳工，引发舆论哗然和广泛批评。近日，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比起美国，中国海军拥有更大的舰队和更强的造船能力，优势更为显著。近年来，类似托罗这样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美国军方人士不在少数，但托罗此次表态引发外界错愕的原因在于，他在夸大描述中美舰艇产能差距的同时，还污蔑中国造船厂使用的是所谓奴隶劳工。托罗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如此荒谬的无理指控，连自家媒体和专家都称，当下美国政客造谣抹黑中国是毫无下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印太防务政策专家布莱克·赫辛格的话表示，中国拥有庞大的可用人力资源，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高科技领域使用奴隶劳工真的想不通。赫辛格还批评说，不管是不是臆想出来的错误，海军领导层总是在批评中国的造船业，而不是对过去20年美国海军在构思、设计和建造舰艇方面的失败进行反思。
还有分析指出，美国在历史上靠贩卖非洲奴隶起家，现代奴隶制也从未在美国消失。托罗这种说法让人不得不怀疑美国是在以己度人。事实上，在耸人听闻的臆测背后，这位美国海军高官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华盛顿升级美海军自己的舰队。他渲染称，中国海军目前约有舰艇340艘，未来几年可能会部署多达400艘，而美国舰队的舰船数量不足300艘。他还提到了特朗普政府曾拟定的未来30年造舰计划，强调即使在2045年前拥有350艘有人战舰目标数字，也远低于中国舰队的设想。托罗疾呼，我们确实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需要更多更现代化的舰艇，特别是能够应对威胁的舰艇。中国过去的海军是滨海的海军，近岸的海军，所以我们的小艇小舰比较多。如果对比这个数量的话，我觉得美国这种对比是没有价值。关键要比的是质量和吨位，美国整个舰队的吨位是远远超过了中国，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舆论纷纷指出，这种并不新鲜的炒作不仅反映出美国的焦虑心态，还暴露了美方偷换概念，只突出中美舰船数量之差，却不提吨位等级之别的算计。根据美国军事网站全球火力近日发布的2022年世界火力指数排名中，美国继续高居榜首。特别是美国海军，目前装备有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36艘大型两栖船艇、77艘核动力潜艇、93艘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总吨位370多万吨，远超中国海军舰艇总吨位130多万吨。其中，美海军10艘尼米兹级航母和1艘福特级航母都是排水量10万吨级的超级航母。尽管近年来中国海军日新月异，但在总体规模、技术水平上，离美海军还有一定的差距。3艘航母均为常规动力，正式服役的055型万吨大驱7艘，还有052B、052C、052D 等驱逐舰共30余艘。而美国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就有2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68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3艘。此外，美海军还有吨位超过150万吨的各类补给舰47艘。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海军部长之所以炒作自身军力落后，就是无病呻吟，是为进一步扩军向国会索要更多军费，中保军工复合体私囊找借口。新闻里面所提到的海军部长，他不是个军人，他是个文职。海军部长在美国军队序列里面，或者说整个国防部的序列里面，他主要是军队武器装备的采买，这是他的工作，包括研发、经费的调拨。那么既然如此的话，他就会觉得每年从国防预算里面拿到的钱太少，他就是希望给海军争取更多的军事预算，让海军应该拥有更多的战舰，这就是他的目的。托罗在演讲中还提到，中国可以更快地建造舰艇，因为中国不需要像美国那样通过国会来获得拨款，他认为那是繁琐的阻碍。他还提到，真正的威胁是中国有13个造船厂，仅一个船厂的产能就超过美国所有船厂产能的总和。分析指出，得益于中国不断突破的国防工业研发、完备的实体工业基础、相对密集的造船工业集群以及庞大的劳动力群体等要素，近年来中国造船业在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不管是在产能、造价、劳动生产率、工业设施水平，还是其他的任何方面，都要强于美国。而冷战结束后，随着亚洲国家逐渐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几个造船国家，美国造船业在全球竞争中逐渐式微。加之资本流向金融，美国去工业化和产业链外移，导致造船企业不得不裁员、减能、发展停滞。因此，常有美军方高官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巧立名目，为军工企业争取更多的订单。而这位2021年8月上任的海军部长，更是一位冷战思维根深蒂固的政客。上任伊始，托罗就把中国威胁作为发展美国海军的一个借口。2021年10月，他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希望不仅要发展各种尖端技术，还要增加舰船数量，并在连续多个财年计划中加大投入。他还扬言要阻止中国大陆收复台湾，要加强与盟友的伙伴关系，遏制和威慑中国。去年7月，他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又敦促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加紧在中国的领土周围进行所谓自由巡逻。值得警惕的是，就在下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新德里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外长举行1小时的公开讨论。尽管相关国家声称四方安全对话不是军事联盟，但却常牵涉中国议题。北约东扩很难，但是北约里面的某些成员国，无论是在奥克斯机制里，还是在四方会谈机制里面，
都有这种交叉，这种叠加的国家有可能会对中国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日向美媒抱怨，他已经几个月没有与中国国防部长通话了。但中美在除军事外的多个领域沟通并未中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在出席 G20 财长会期间，再次提及与中国对话的重要性，表示美国将在适当时候恢复与中国的经济对话。就在本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进行了非正式接触。而即将召开的 G20 外长会上，舆论也密切关注中美高层会否借这一场合实现新一次的互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3号在 G20 财长会上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将在适当的时候恢复与中国的经济对话。美中之间的沟通对全球的利益来说都非常重要，两国需要在许多领域携手以应对全球挑战，包括粮食安全、债务和气候变化等。I certainly expect that we will resume discussions with the aim of doing that. I don't have a specific time frame in mind for doing that, but I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do so, and I certainly am open to having those conversations. 耶伦还说，美中保持良好沟通对于两国国内以及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来说很关键。外界注意到，根据路福特公司的数据，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总额为8623亿美元，是自2010年5月以来的最低值。据报道，2022年全年，中国共减持1730多亿美元的美债。美媒报道指出，耶伦的这一最新对华表态是在中国继续抛售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之际。作为美国国家信用的代表性体现，美债突破上限之际，若第二大美债持有国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债，将引发美国信用的雪崩式坍塌。本月中旬，美国预算办公室发出债务违约的预警，耶伦当时警告称，那将是一场美国的经济与金融灾难。而美债第一大持有国日本则在去年抛售接近2500亿美元的美债。维护与中方这种正常的经贸投资关系是非常重要。首先呢，这种经贸关系实际上对于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能够极大的降低美国企业的运行成本，也能极大的降低呢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同时呢，如果说与中方呢保持一个正常的投资关系，保持双方正常这种资金往来，对于美方呢无论是重启制造业还是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美方呢如果要想解决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试图通过与中方在经济上脱钩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就在耶伦发表此番寻求与中国对话的言论后，25号，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和美国在 G20 财长会的间隙举行了副部级会谈，就债务等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2022年中美经贸达到690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两国经贸联系是推动关系发展的压舱石，脱钩绝不可行。事实上，耶伦也多次积极表达访华意愿。最初是在去年12月，耶伦公开表示，他对访问中国持开放态度，期待与中国进行更加深入的互动。今年1月18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耶伦在苏黎世举行了长达约3小时的会谈。在会后声明中，中方欢迎耶伦财长今年适当时候访问中国。气球事件发生后，耶伦仍持有相同意愿，表态自己仍希望访问中国，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随后回应表示，中方对耶伦希望访华持欢迎态度。也就是说，目前呢，中美两国至少在经济领域确实呢有比较大的相互需求，尤其是美方呢在一系列的重大的财政金融问题上，确实呢对中方呢也有合作的需要。但是目前呢，美方很明显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准备开始对话的诚意，这就使得呢目前呢双方进行具体的对话，或者说制定一个对话的时间表，目前呢时机还不成熟。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也公开表达了与中方对话的希望。There should be a direct, open line of communications, particularly to two most powerful nations in the world, to be able to resolve anything quickly, so there's not a mistake made. 本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而即将在3月1号召开的 G20 外长会，布林肯方面已经公布了相应的行程安排。外界密切关注中方出席人员名单的同时，也在关注中美是否有再次接触的可能。但中美两军的沟通仍持续中断。
在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后，美国国防部本月7号曾经表示，防长奥斯汀向中国国防部长提出通话请求，但被中方拒绝。当地时间24号，奥斯汀接受 CNN 电视台采访时，强调了与中国军方通话的迫切意愿。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maintai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I think leaders need to be able to talk to each other to avoid misperceptions and manage crises. And so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talked to him? The last time that I talked to him was a couple of months ago. So. Wow. 本月9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曾表示，美方执意动用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严重违反国际惯例，开启了恶劣先例。鉴于美方这种不负责任的严重错误做法没有为两军开展对话交流创造应有的氛围，中方不接受美方关于两国防长通话的提议。有观察提醒，美方屡次炒作中方拒绝与美国防长通话一事，有企图制造出中方关系紧张归咎于中方的意图。事实上，去年8月，时任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执意窜访台湾，随后中方宣布了8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当时，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曾提醒过美方，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此后，美方不思悔改，反而愈加咄咄逼人。拜登政府平打台湾牌，不仅炒作解放军攻台时间，还持续对台军售。美方虽提出希望两国防长通话，但事实上双边对话需要诚意。美方对于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安全利益问题缺乏尊重，缺乏基本的诚意。因此呢，从目前来看，如果说美方不能够拿出十足的诚意，那么双方呢只是谈话或者对话沟通呢，并不能真正的有效推进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互信乃至合作。要在军事领域进行切实有效的合作，可能关键目前呢还不是在于能否重启对话，更重要的还是美方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曾多次释放较美西方国家更为缓和的对俄态度，并表示击垮俄罗斯从来不是法国立场。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之际，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爆料，英法德3国还曾私下建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俄和谈，却遭到后者拒绝。一位法国高级官员对《华尔街日报》透露，如果战争以这种强度持续下去，乌克兰的损失将不可估量，欧洲和法国也将无法承受相应代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呼吁发动军事攻势，让俄罗斯前线后撤，为恢复谈判开辟道路，但他私下建议泽连斯基做出艰难的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本月早些时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共进晚餐时，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告诉泽连斯基，他需要开始考虑和平谈判。一位法国高级官员对《华尔街日报》透露，如果战争以这种强度持续足够长时间，乌克兰的损失将变得令人无法承受。在本月中旬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毫不意外地成了一场批俄大会。相比之下，马克龙却释放了相对和缓的信号，称俄乌双方都无法获得完全胜利。他还说了一句大白话：谁也无法改变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它永远都在欧洲大陆上。马克龙认为，目前与俄对话的时机尚未到来，但反对通过对俄政权更迭来解决俄乌冲突。他还表示，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欧洲和俄罗斯都没有正确消化1991年苏联解体后结束的冷战结局。实际上，西方内部是现在越来越分裂了啊。这个好像团结来支持乌克兰，那当然只是一种暂时的一种姿态，但是内在对于能不能够打赢这一场战争，能不能够削弱俄罗斯，甚至削弱到什么程度，他们有很大的分歧。德国社会也对俄乌冲突抗日持久表达不满。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5号报道，德国首都柏林当天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上万民众聚集在勃兰登堡门前，高举谈判而非升级，用外交官代替手榴弹等标语，反对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呼吁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冲突。根据组织者的说法，此次抗议活动有多达5万人参加。抗议组织者在其网站上写道，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谈判意味着双方做出妥协，目的是防止数十万人死亡或更糟的结果。这是我们的想法，也是半数德国人的想法。Wir wissen aus vielen Umfragen in Deutschland aus den letzten Monaten,
dass die Mehrheit der Bevölkerung wünscht, dass dieser Krieg beendet wird und dass man sich darum wünscht, dass endlich verhandelt wird und nicht immer mehr Waffen geliefert werden. 此外，英国首相苏纳克上周也制定了一项协议蓝图，该协议将使乌克兰在冲突结束后能够通过更广泛渠道获得先进的军事装备、武器和弹药以进行自卫。苏纳克表示，该计划应该列入今年7月北约峰会议程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北约峰会必须向乌克兰提出明确的建议，同时也是为了让泽连斯基在国内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让他可以以此作为谈判的动力。针对英法德提议，乌克兰副外长梅尔尼克表示，这是良好的第一步，但是基辅需要明确得到不排除加入北约的承诺，这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解决法。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4号列出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的条件，其中包括西方国家停止向基辅援助武器和雇佣兵，以及乌克兰在实现非军事化后恢复中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泽连斯基当天被记者提问，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到谈判桌前，他是否会加入由土耳其斡旋的谈判？泽连斯基回答称：“我不接受。”俄乌冲突啊，现在呢到了1周年，甚至也是可能是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啊，因为所谓的春季攻势即将展开，而乌克兰呢这些豹式坦克啊，西方给它先进武器也到位了，所以干一场啊，战场上打不赢的，谈判桌上是拿不回来的。直到明年，因为俄罗斯要大选啊，3月份啊，美国呢11月份要大选，所以这个政治周期啊，尤其是美欧之间的团结能够支持多长时间，这个很大程度是决定了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走向。和谈无望，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瑞典24号晚宣布，欧盟各成员国批准第10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就在第二天，波兰国营石油公司奥伦石油宣布，俄罗斯已停止通过德鲁日巴输油管向波兰输送石油。该公司总裁欧巴吉特表示，对此已经做好准备。该公司目前只有10%的原油来自俄罗斯，并将以其他来源的石油替代。就在俄暂停对该公司输油的前一天，波兰总统杜达证实，总理莫拉维茨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并带去了首批豹式主战坦克。波兰是首个提出向乌克兰提供豹式主战坦克的国家，当局未说明交付的坦克数量，但波兰早前承诺将会向基辅提供一个豹式坦克连。分析认为，这正是俄罗斯将波兰拿来作为对西方制裁进行反制开第一刀的重要原因。那现在整个欧盟的政治都有点像这个中东欧的倾斜，尤其是波兰，它是这个中东里最大的国家，它以这个地区大国自居，以这个反俄的英雄自居啊，实际上也就亲美，把美国的力量呢更多的纳在欧洲的安全架构里边，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话语权。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国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文件，法国总统称赞这是中方为推动危机解决做出的务实努力。那您认为俄乌冲突能够政治解决吗？主持人好，中国提出12点政治解决方案以后，引起了全球的热议，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出面表态。尽管呢各国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一个基本的取向是，中国方案是解决俄乌冲突的灯塔，俄乌呢打下去对谁都没好处，包括美国呢也认同中国提出的核战争打不得这样的观点。我们呢来先看冲突双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呀，他相信中国会站在正义的一边，推动政治解决危机。俄罗斯外交部表态，俄高度重视中国朋友通过和平手段为解决乌克兰冲突做出贡献。可以说呢，双方都表达了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只是呢各自开出的不同条件。再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涉事方欧洲，中国方案发布以后，法德英3大欧洲北约国家呢敦促乌克兰与俄罗斯恢复谈判。法国总统马克龙显得更迫切一些，宣布呢将在4月初访问北京，呼吁中国建设和平，为俄乌冲突和平解决做出努力。可以说呀，除了美国，其他涉事方都有尽快结束冲突的愿望。为什么呢？因为打不起，再打下去呢，各自的损失就更惨。先看俄罗斯1月份的财政赤字呢，占比是去年全年财政赤字的50%以上。也就是说呀，俄罗斯恐怕只剩下6个月的战争时间了。如果今年夏天还不能停战，那麻烦就大了。普京呢也承认，俄罗斯目前呀处于最艰难的临界时刻。
乌克兰不用说，自己呢无力支撑战争，只能伸手向美西方要钱要武器。最近呢也遇到麻烦，要的现金坦克呀只给了一小部分。美国呢更是说明年初才能提供 M1 主战坦克。对于 F-16战机，美国呢干脆拒绝了。乌克兰要钱要武器，现在是越来越难了。那么欧洲经济又是如何呢？欧盟最强国家德国经济形势呢比预计的更为糟糕，持续的价格上扬以及能源危机给德国经济呢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啊，这个德国呢已经陷入技术性的经济衰退。援乌抗俄获利最大的呢是美国，但主要呢是从欧洲赚钱，要欧洲买军火，买美国的高价液化天然气等等，还要呢通过补贴政策吸走欧洲企业和投资。现在呢，70%的欧洲人都反对军援乌克兰，要求谈判，而不是去送武器去打仗。近千万乌克兰难民呢，更是这个欧洲国家的巨大负担。这打仗呢，就是拼经济，经济不成了，这仗就难打了。那么剩下的选项呢，就是停战谈判，减少损失。中国方案呢，聚焦劝和促谈，先坐到谈判桌上，再谈具体条件。所以我认为今后中国和俄乌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交往呢，将会活络起来，为结束军事冲突共同努力。期间呢，也可能会吵架，也可能出现反复，但逐渐走向和平呢是必然的。中国方案的魅力呢，也会得到更多国家的这个支持和认可。美国总统拜登似乎对中国和平方案颇有微词，还说什么中国当调停者不合理，会偏袒俄罗斯。那您认为美国最终会支持俄乌冲突政治解决吗？针对中国的和平方案，拜登呢出面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专访，回答俄乌冲突怎么收场的问题。至少呢，他说明了2个问题：一是中国的和平方案影响力够大，需要美国总统呢亲自答问，因为呢他刚刚跑到乌克兰去支持战争了，而且俄乌冲突呢就是美国持续拱火而一发不可收拾的。二是美国国内对军事冲突也厌倦了，支持援乌抗俄的人数呢在下降。其实美国经济也遇到麻烦了，日子也不太好过。美国国债呢已经高达31万亿美元，6、7月份呢就到天花板了。如果共和党不妥协，那么美国财政就会坍塌，这个政府呢就得停摆，还打什么仗？从哪儿去找钱援助乌克兰呢？即便这个美国上调借债的上限，那么谁又来当美债接盘侠？这又是一个问题。现在美国动员日韩等国家援助乌克兰，就说明呢西方呢没有太多的财力来继续援乌抗俄了。美国大选呢也很可能从今年下半年提前打响，拜登呢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你能用削减国内的医保来支持战争吗？你能不顾国内高通胀而继续援乌打仗吗？这个美国在俄乌冲突中释放了财，据说这个美国1美元的援助就能带回20美元的利益，主要呢是靠出售军火给欧洲，让这个欧洲购买美国高价液化天然气等等。但同时呢，也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提高了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这些账呢，很快都会算起来的。美国经济问题多多，弄不好呢，就会让拜登的这个竞选连任呢，成为黄粱美梦。所以我认为美国呢会不断的捣乱，阻止停战谈判，但最终呢也会加入到政治解决序列中的，因为没有一场战争不是通过政治谈判而结束的。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